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其实在之前的视频里呢，小夏就提到过我是注册会计师。在这里我想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本科和研究生呢专业都是会计和信息系统。之前呢，我个人也是在四大工作过。2018年的时候呢，我获得了纽约州的注册会计师执照。再加上工作6年以来呢，我个人也是一直在研究各种定投。可以说我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在研究怎么退休。那从本期视频开始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这边的退休养老金都有什么不同的种类，各自都有什么特点，在税的方面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在这里就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像 401k、IRA、Roth IRA 等等。那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聊一聊 401k。视频形式的方面呢，比起我一个人在这儿干巴巴的说咱们不如请小夏来帮个忙。老麦，第一个问题，什么是 401k？ 401k 401k 就是美国这边的养老金，是美国企业养老金体系中的这种中流砥柱只要在美国工作的小伙伴就是大中型的公司几乎是一水的都提供这种 401k 计划。那 401k 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美国国税法第401条第 K 项。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画了一张简单的图。401k 的条款规定呢，公司为员工开启一个个人的 401k 账户，那员工会从每月的工资中的一部分呢拿出一部分来存入该账户。同时大部分的企业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往这一账户中存入相应的钱。那这些钱用来做什么呢？一般都是用来买基金。到2020年为止呢，全美养老金就是 401k 的这个池子里有 5.6 个 trillion， 也就是 5.6 万亿美元。那本身 401k 的管理公司呢，其实也是基金公司目前美国这边的基本上是4家独大，分别是 BlackRock、Vanguard、Fidelity 和 State Street。第二个问题， 401k 都有什么限制和特点呢？ 401k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必须跟雇主挂钩，这个是跟另一个退休金的大项 IRA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最大的不同。那每年 401k 的储存上限呢是19500美金。如果你到了50岁，那每年呢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多存6500美金，这个叫做 catch up。这个储存的上限呢，每1到2年就会浮动一次。像2019年的时候这个上限是19000，那到了2020和今年2021年，这个上限就变成了19500。第二个特点就是 401k 可以购买的金融产品选择比较有限，并不是说我有一个退休金账户，我有钱，我想买100股的苹果、100股的特斯拉什么的都行不是这样的。你想买的产品取决于你的雇主选择的基金公司。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你雇主选择的 401k 的基金公司是 BlackRock， 那你 401k 账户选择的金融产品只有 BlackRock 出品的，你是买不了 Vanguard 出品的这些金融产品的。这就相当于你在 Nike 的鞋店里，你只能买到耐克的鞋，你买不到阿迪。这个跟 IRA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有关 IRA 的事情呢，我们会在之后的视频跟大家细聊。第三个特点， 401k 的提取年限。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年龄就是59岁半。当雇员达到59岁半的时候呢，他呢就可以从他本人的 401k 账户中开始取钱。这个动作呢叫做 distribution。如果提前取出呢，则会受到 10% 的 penalty tax 惩罚税。第三个问题，如果我跳槽了，换了雇主，那我以前的 401k 账户该怎么办呢？这个呢是有2个方法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原地不动，不用管就可以了，只是你需要交一部分这种账户管理费。但是呢，你依然可以登录你前雇主提供的 401k 账户来查看或者来调整你 401k 买的基金。这个呢就相当于你之前银行的一个旧账户一样。另外一种方法呢叫做 rollover， 也就是说你把你前雇主的 401k 账户移到你新雇主的 401k 账户下。
这个动作呢是免费的啊，而且不收取任何的税，毕竟你没有取出来，只是转账而已，集中在一起更加方便管理。那这个到底是宜还是不宜呢？这个决定啊，基本上都是个人的偏好啊。打个比方来说吧，有的人前雇主用的是这种基金公司是 Fidelity， 那你 401k 买的肯定都是 Fidelity 的基金产品。然后他换了工作，新雇主用的 401k 公司呢是 State Street， 那他 401k 投的基金啊也都是 State Street 的产品。在这里啊，就看你是否愿意卖掉 Fidelity 的产品，然后 roll over 到 State Street 下面了。有的人呢喜欢放在一起集中管理，有的人呢喜欢分散管理，均摊风险。这两种方式啊都是可以的。第四 401k 是不是不用交税，免税的意思吗？不是的啊， 401k 不是免税，而是缓税，也就是叫 deferred tax。咱们还是看图说话。那雇员小明从25岁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他的年薪啊是5万美金。根据他的收入和2021年的这个联邦的税率啊，他的联邦税是 8.63%。这里面呢就有他的税前收入是5万，减去 standard deduction 12400，变成了他的 taxable income， 也就是37600。那根据2021年的联邦税呢，他需要在2021年交4314块钱的联邦税。这里啊，我想插一句啊，有的小伙伴可能不太懂什么是 standard deduction 啊，另外一种呢叫做 itemized deduction。这两个概念呢，在本期视频中不是很重要啊，咱们以后会专门弄一期视频来细细的讲一下 deduction 都有什么。在这里啊，大家只需要记住说每个报税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deduction 就可以了。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啊，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假设。假设咱们小明一辈子都没有涨过工资，而且还单身狗一辈子，工作了35年，且联邦税呢在这35年中也没有任何的浮动。那他到了60岁，算下来他这35年工作该交的税应该是15.990万。那这么算下来，他不但1分钱的 401k 都没有存下来，而且工作了这么多年还要交15万美金的税。 OK， 这种情况说完了，咱们换一种方式啊，还是小明，他的税前收入呢还是5万，但是他每年存了19500的 401k。咱们还是直接看图说话。他目前的税前收入是5万，减去 401k 变成了30500，再减去 standard deduction 12400呢，他的 taxable income 应该是18100。按照今年的税率啊，他应该交的税是1975。那他工作35年，一共所需要交的联邦税啊，只有69090。况且啊，他35年存下的 401k 的数字是682500块钱。他的联邦税的税率啊只有 3.95%， 比起之前啊足足省去了一半啊。在他到达59岁半的退休年龄之后呢，他就可以从 401k 中开始取钱了。因为小明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嘛，所以啊他会交一个很低很低的收入税，这个就叫做缓税啊， deferred tax。 说到这儿啊，我好像觉得这一期好像说不太完啊，咱们这个话题一开其实也挺长的。我觉得呢，咱们可以分为上下2期。我后面呢还准备了5个问题给大家来讨论，我会在下周继续说。如果你也有什么你关心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建议，欢迎大家发私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那咱们今天就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周2接着说。